嗨，大家好。虽然最近这几天比较热啊，但是呢，换在早上早一点的时候出来骑行啊，特别是在屋村的这些大树的树荫的遮挡底下，总体可控。骑了这么几天呢，感觉还是可以承受。天气原因呢，是骑行爱好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自然的现象。一年四季啊，不管你身处何地啊，总会面对季节的变化，从热到冷，从冷到热，四季转换，天有阴晴，月有圆缺，这些都是自然的一些规律。任何人呢，都难为天命，难以和自然的现象去做对抗。人或者说人类呢，他只能去适应自然，同时呢，积极的去利用自然界的馈赠，并且通过合理的改造自然，让自然呢能够更容易的为人类所用。同时呢，利用人类的聪明才智，通过发明创造来改善我们利用自然的手段，创造出很多有利于我们去开发自然、合理的利用自然的工具。同时呢，因为科技的进步，使得我们在和自然相处过程当中，提升我们和自然打交道的能力，提升让自然为我所用的效率。同时呢，也提升我们在和自然和平相处的过程当中，人类自身的舒适度。比方说，那么炎热的夏天，人类因为为自己搭建了居室，安装了空调，所以呢，就让大部分的人呢，在这样酷暑的天气底下，避免了太阳的暴晒。不仅呢，防治了因为这种恶劣的天气的变化对人造成的伤害引起的疾病，同时呢，让人们能够在一个相对比较舒适、能够调节温度的室内进行更多的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由此呢，把人类的发展推向更高的境界。所以整体来讲呢，人和自然这样的一种关系，如何懂得取舍、相互的适应、和平的共处，相信这是具有智慧的人类最聪明的选择。而人类啊，内心那种自以为人定胜天，希望通过与天斗、改造自然、改变世界的不可一世的这种气概啊，或者呢，因为出于贪婪，希望呢能够不满足于从自然获得的馈赠，更加急功近利的向大自然无度的索取，最终呢，很容易招致大自然的报复，会造成环境恶化，进而呢影响到我们人类的生活甚至生存。人类呢在大自然面前没有必要也不允许过分的谦卑，因为人呢总是需要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在和大自然和平共处的同时呢，来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同时呢，人更不能太过张狂和狂妄，产生那种唯我独尊、唯我享受的沙文主义思想。一旦这种谦卑和狂妄打破了某种平衡，那就是人类不得不面对严峻时期的挑战，最终呢
造成后代甚至几代人的利益受损、失落和反思。所以呢，人类走的路啊，既是前有古人，同时呢又后有来者的这样一条漫长、没有尽头的发展之路。无非呢就是吸取先人的与自然相处的经验，保持着某种敬畏，同时呢也要给后人们留下后路，不至于阻断后人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遇。天气啊，虽然炎热，但好在呢，早上早一点出门，在村里面啊，时不时呢也有一些树荫遮挡，所以呢，还是可以让骑行啊这样一种运动呢得以持续下去啊。现在呢，其实已经来到了7月底，快要跨入8月份的这么一个盛夏时节。我自己回顾了一下。将将呢，已经超过了3个月的骑行。我记得曾经跟看我视频的网友们呢，有过一个承诺，就是在骑行3个月之后呢，也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骑行感悟这样的一个小节，分享一下这3个多月以来骑行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和所获得的某些收获。原本呢，就希望能够在一个阴凉的天气，能够在一个村内或者村外啊，某条绿道上的凉亭里，或者是某一处河道边的长椅上，架起我的相机来跟大家从容的聊一聊。可是呢，面对这样的酷热的天气啊，35度左右的高温。到了下午呢，恐怕要达到40度这样的一个预报的天气啊，所以呢，能够趁着早上出来骑行已经勉为其难，实在是没有这个兴致啊，专门把摄影的设备、三脚架准备好，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来跟大家从容容的说一说，干脆啊，还是一边骑行一边跟大家随意的聊聊吧。首先呢，想跟大家先报告一下啊，经过3个多月的骑行，胯下的这辆小步行的单车啊，虽然呢只是一个2手货，但是在这3个多月的骑行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啊，除了换过一次后轮的内胎，换过几个螺丝，进行过很多次的清洁、自我的保养。其他方面呢，倒是没有掉链子啊，一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安全，感觉比较舒适的骑行着。今天早上呢，我还专门测了一下轮胎的气压，比较惊讶的呢，我已经大概有5、6天没有打过气了啊，但是感觉这个胎压应该还属于正常。无论是我用手去捏这个轮胎感觉的这个压力的饱满度，还是呢我现在骑行在乌村里面骑上坡时的那种感觉，并没有像以前轮胎发生漏气时的那种使不上劲儿，
刚刚呢，我已经围着这个祈福湖呢连续骑行了几圈，其中有一处呢就有一个还蛮大的坡度，但是都可以轻轻松松的骑上这个小坡，并没有费太大的劲。所以单车性能方面的回顾啊，就一笔带过。总之，这个骑行了3个多月的二手的小步行折叠单车，跟当时买来的时候相比，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希望呢，它还能够再坚持让我骑行3个月。希望3个月以后呢，我们再来决定啊，是否继续骑行我现在使用的这部二手单车，还是说呢，去入手一部新的单车。此话呢，先按下不表，3个月以后再见分晓。说到骑行心得或者体验骑行3个月之后的一个小结，其实很简单，就是3句话12个字。第一呢，骑行健身。因为当时选择骑行呢，无非呢就是让退休之后啊，缺少工作带来的身体上的张力啊，能够通过一种简单易行的锻炼的方式呢，继续让自己保持一种运动的节奏啊。因为呢，在以前工作的期间啊，手底下有一班年轻的同事，都有很好的锻炼身体这样的一种意识，所以呢，也是经常被他们拖着去一块，通过各种球类的活动，通过远足，甚至呢，跟着去健身房体验一下这些运动的器材等等啊，基本上还是一直是可以保持一种适度的运动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呢，有一段时间勤于出差，每到一个出差的地方，工作之余呢，就会通过早晚的走路啊，通过步行来保持一种健身的习惯。退休以后呢，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得到了久违的自由，但人呢也就跟着变得懒散。所以呢，需要给自己找点事干，给自己上发条，继续呢保持一个健身的习惯。也就是出于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屋村里头呢停放着一些共享的单车，突然有了想骑车健身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谁知呢，没骑几天，这个共享单车啊又被收了回去，所以呢，才有了去买一台自己的单车啊。同时呢，为了携带方便，就选择了一款可以折叠的，现在正在骑行的小步行的单车。大概这就是骑行的一个起因。整体上来讲啊，通过这3个月没有间断的骑行啊，整体从心理上、身体上呢，都感觉愉悦和一种满足感，并且呢，曾经在退休后出现的到了晌午就会困倦的那种情况啊，说明一下，因为我几十年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只是到了退休以后啊，可能闲赋在家，无所事事呢，人就产生了某种困倦啊。但是呢，通过这几个月的骑行啊，似乎又恢复到了工作时的状态，又消除了到了吃完中午饭啊，下午的那种倦意。所以不管从心理上来讲啊，还是从身体的感受来讲啊，都是感觉这个骑行给我带来了更好的状态啊。前一阵子呢，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也知道，我专门去祈福新村社区的医院里头做了一次体检。整体上来讲啊，
体检报告显示呢，又比半年以前去检查的那次结果更为满意。老年人有的那几高都控制得还不错，所以呢，体检报告就是一个事实。在这样的一个每天坚持的一个急行的过程当中，也让自己的身体呢各项指标维持得还算不错。虽然呢没有向年轻人挑战和年轻人的身体状态比美的这样的一种想法，仅仅呢只是信奉一条简单的原理，就是生命在于运动。当然是根据自己的年龄所处的环境适当的运动。比之工作量，我可能更觉得长久坚持才有更实际的意义和有效的功效。第二点呢，就是骑行路上的观景悦人。观景呢，就是自然而然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面对着四季的变化虽然3个月四季的变化可能还无从谈起，但是那些景色它随着你在路上不断的骑行，多次的经过，还是有很多微妙的一种变化，感受到生活的活力。所以呢，我每次骑行都是胸前挎着一个 GoPro 的相机。虽然拍摄的手法还有所用的设备呢，并不是什么高级品，仅仅呢是做一个所见即所得的展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向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呢，展示我眼前的风景，并且呢，分享路上的风景呢，也跟我的骑行一样，也变成了一种习惯。虽然说呢，我也经常为我自己制作的视频的质量不佳，表达我对网友们的歉意但是呢，还是要感谢朋友们的不离不弃。每天呢，第一时间都在我上传视频的那个时间呢，收看我上传的视频。其中不少网友呢，还曾给我很多的鼓励。这些呢，反而成了我继续骑行分享的一个动力。刚刚呢说到观景，就是那些自然的景色、季节的变化带来的色彩的转换。那我想呢，随着骑行时间的推移，从春天骑到了夏天，夏天呢再到秋天，然后呢再到冬天，会有更多的季节的缤纷的色彩呢分享给大家。还有一个呢，就是悦人。每次骑行在路上其实最想看的并不是风景，而是芸芸众生他们在生活当中的各种姿态。有时候呢，会通过去一家小店买一支饮料，向陌生人问一下路况，向出售自家种的农产品的农民呢买一些他们的农产品等等。这些场合呢，就会想要和大家聊一聊，通过这样的交流呢，了解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尤其是普通的人士，他们的一种生活状态、精神面貌，还有他们为人处事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也是让我愿意到村外陌生的地方去骑行的一个动力所在。归根到底呢，就是我们都同属于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虽然呢，在这个社会上，出于大家各自的阶层、生活的方式以及其他理念可能各有不同，但是呢，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有着共同的目标。陌生人之间相互流露出来的那种善意是共通的。只要没有利益冲突人和人之间是非常容易和平相处。我对人心本善深信不疑。虽然说人呢，随着他的成长，随着他自己欲望的增多，
随着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化，逐渐呢会有各种想法，也包括一部分人呢会变得邪恶。但是呢，我们真的不可以也不应该呢把人类对于为了利益的追求展现出来的贪婪、恶毒来否定大部分人内心有的那种善良。所以呢，我觉得在骑行的路上最开心的莫过于和各种不认识的人群接触，跟他们呢哪怕是短暂的交流，这些呢一直让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骑行的意外的收获也是我觉得越来越看重的骑行的意义所在。那最后一个呢就很简单了，就是分享见闻。就在骑行的路上，无论是看到的风景事物，还是和人之间的这种交流接触，还有呢骑行本身给身体带来的一些变化，心情的愉悦，都是一种和网友们分享的一种题材。通过这样的分享呢，也希望呢给予跟随我视频的朋友们呢一些参考。虽然说呢并没有说要影响到其他人跟随我骑行因为毕竟我自己骑行的时间尚短，还没有很好的经验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我只是朴素的想生活的美好，哪怕是你自以为的美好呢，通过每个人的积极的分享，能够让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同时呢，可能因为你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展现的一些风景，你说者无意，分享者无意，但是呢，观众呢有可能受到某种触动，进而呢产生某种思考，说不定呢还能够调整他关乎人生的态度设定生活的目标，或者呢改变他对生活的某种态度我相信人跟人在这个社会上通过相互的借鉴，有时候呢表现出来可能是相互的攀比，都无所谓其实就是人跟人互相之间的这种交流，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呢，今天我就趁着这个炎热的天气，不愿意骑行到村外去经受这个太阳的暴晒，而是选择在屋村里面呢，尽量能够在树荫底下骑行的同时呢，也跟大家做一次我骑行3个月以来的一些心得，跟大家呢来做一些分享。刚刚呢已经说了无非就是3个方面：骑行健身、观景悦人、分享见闻，这3个方面也就12个字而已。那么希望呢在未来的3个月还能够继续坚持骑行，最起码呢不为天气的变化所中断，然后呢找机会再跟大家来做分享。那今天的骑行慢聊也是3个月的一个阶段小结，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谢谢大家3个月以来的跟随和对我视频的观赏，还有很多有益的建议我会继续更新我的视频，来感谢大家的厚爱。那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就到此结束，下一期再见，拜拜。